大家好，我是罗杰教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2021年最新威力导演19版剪辑影片，以及专案管理的重要性。在开启威力导演之前呢，我们要先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叫做影片剪辑的专案管理。那它管理的东西是什么呢？最主要是你这一支影片的素材要做一个整理。那什么是素材呢？我这边简单分类一下，像左边这边影片、照片、录音这些呢，基本上都是拍摄当下所会产出的东西。那右边呢有图片、音乐跟音效。那这边呢，它会比较偏向于像背景音乐啊，或者是后置音效等等的素材。所以我把素材大概分成这几类。专案整理的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在电脑里面新增一个专案资料夹。那资料夹这个名称啊，它很重要哦。资料夹的名称呢，我会分成两个部分。开头呢是会用日期，那这个日期你可以选择使用它拍摄这个素材当下的日期，或者是今天你开始剪辑的日期。假设说我用2021年0425，就是今天的日期。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它是这一个影片的主题或者是标题。假设说我要剪辑的这一个标题呢，它是属于盐酥鸡的标题。好，盐酥鸡。好，接下来我们把它点击进去。点击进去之后呢，它现在是空的嘛？那我们就要把我们要剪辑影片所会用到的，不管是影片、音乐或者是照片，都要丢到这一个资料夹里面来。好，我把它丢进来了。那这边呢，我所准备的档案素材只有4个，所以呢，我不需要再做细项的分类。如果今天各位在剪辑影片所准备的素材非常的多的时候，我会建议各位多新增几个资料夹，做一些比较细部的分类，例如背景音乐。好，背景音乐是这一个，把它丢进去。那再来是影片素材，影片。再来呢是相片，可以做更细部的分类。当然，如果不分类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我待会呢那个软体也会帮你做一个简单的分类。素材整理完成之后呢，我们就要把威力导演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这边的画面显示比例选择16:9，这是目前主流的显示比例。接下来选择完整模式，选择完整模式才可以用到它完整的功能哦。打开威力导演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把它原本内建在里面的媒体素材选取起来，按右键，按移除。因为我们专案里面不需要这些东西，这些是官方预设让各位参考用的一些媒体素材，那我们用不到。在剪辑开始之前呢，我们还要再做一些设定哦。我们先回到专案资料夹的外面这里，新增一个资料夹，叫做自动储存、自动存档、自动储存、自动存档的资料夹。来，回到威力导演，我们在左上编辑这里选择偏好设定，里面呢有一个专案的选项，我们要把这个自动储存专案这一个打勾，然后每隔2分钟。接下来呢，浏览选择刚刚我们新增的这一个自动存档的资料夹。为什么我们要设定这个自动储存专案的功能呢？因为我们在使用电脑的时候，难免会遇到电脑宕机或者是程式崩溃的问题，而遇到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又没有自己存档，那会造成怎样？前面做的工作全部都白费了。所以我这边多设定了这个自动存档的功能，每2分钟把档案
自动储存在指定的资料夹里面。万一遇到一些不可预期的状况，至少我们还有机会从这个自动存档的资料夹里面找回我们宕机前的工作阶段。自动存档这个功能呢，它并不是一个正规的存档方式。它这个功能最主要是在当程式发生崩溃或其他意外状况的时候，你还有机会把之前的工作状态给找回来的一个功能。真正正规的存档功能呢，还是必须要手动自己存档，这才是正规的存档方式。那设定确认没有问题了之后呢，我们按确定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汇入我们刚刚整理好的素材。我们选择档案，汇入一个叫做媒体资料夹的选项。找到我们刚刚新增的专案资料夹20210425盐酥鸡这个资料夹。然后呢，下面这边有一个包含子资料夹，这个要打勾。确定没问题之后，按选择资料夹按钮。那我们把素材汇入到威力导演之后呢，它会显示在媒体库这里。媒体库这里，好，有音乐、影片以及图片。看到这里，应该会有一些朋友会有个疑问哦。我们刚刚在专案资料夹里面呢，是不是有做细项的分类？可是在这里竟然没有效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外面的那个细项分类，最主要是要给剪辑的人员看的。好，让我们确定一下那个资料的类型，比较不会搞混。那如果在威力导演里面呢，一样要用到那个功能，一样用到分类的功能怎么办呢？我们仔细看到左上角这边有一排按钮，这一排按钮就是在做分类的。第一个是不用分类，显示我所有的素材。再来呢，这一个是只显示影片的素材，这个只显示图片的素材，最后这一个是只显示音乐的素材。那我们来点点看哦，点点看到什么效果？你看到我们有音乐、影片跟图片，来只显示影片，真的只显示影片，只显示图片，只显示音乐，那显示所有。这是威力导演里面可以快速分类档案素材类型的快捷钮。再来呢，我们要认识一下我们威力导演的工作区域哦。首先左上角这边是素材区跟一些功能的区域，右上角呢它是影像的预览区域。再来呢，下面这一边它是时间轴以及轨道的区域。右上角这个影像预览区域呢，它有两个功能哦。第一个是素材的内容检视，我可以及时的看到这个素材里面有哪些内容。那第二个功能，也就是呢我们剪辑软体最主要的功能哦。当我把素材拉到轨道区之后，不管是做修剪、编辑，或者是上字幕、上效果，都可以及时的在这个视窗里面看到我现在修改的成果是如何。有些朋友心中应该会有疑问，如果我的轨道区里面已经有素材了，我又想要看上面素材的内容是怎样，可是呢，它的窗格只有一个，难道不会搞混吗？其实是不会的哦，因为你看哦，当我点下这个素材的时候，这边的内容会自动套到这个素材的内容，而这个素材呢，它的边边就有蓝色框框自动把它选起来。那如果说我今天呢，预览完、检视完这个素材的内容，我又想要回到这里，我要怎么做？很简单，滑鼠点一下轨道区，就直接跳回来了。所以不用担心说会搞混哦。你只要确定说，我要剪辑的时候，我点一下轨道区的空白的地方，那它就会跑回轨道区的画面。接着呢，我们来看时间轴与轨道区，在下面这边。好，时间轴的话，我们看数字这里，黄色的数字，它分别有3码、
跟4码的差别。3码是什么意思呢？由右至左，最右边这一个是第几影格的意思，中间这一个是几秒，最左边这个是几分。而4码的时候呢，它一样是最右边的影格几秒、几分、几小时，所以这是3码跟4码的差别。那在轨道的部分呢，我们首先看到左边这边，左边这边呢，则是影像轨以及声音轨。什么是影像轨？长得像胶片一样，这个叫做影像轨，这是专门放影像的地方。然后这里呢，有喇叭的地方，它是声音轨。我们要知道哦，我们的影片是由声音以及影像这2个元素所组成的，所以呢，它只会有它轨道的类型只会有这2个，影像以及声音。然后呢，我们仔细看一下旁边哦，还有数字1、2、3，又分别什么意思呢？第1影像轨、第1声音轨、第2影像轨、第3影像轨，它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做影片剪辑的时候呢，是需要将素材拉进去轨道才可以开始编辑的。像刚刚我已经先拉一段进来了嘛，那假设说我第2段影片也要拉进来，这一段影片把它拉进来。好，拉进来之后呢，各位有没有发现它有一种黏住的感觉？黏住的感觉，黏住它有一条蓝色的线跑出来，这个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让你好对齐啊，它一个类似磁铁的那种感觉。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对齐，假设说我只差那一点点，我只差一点点啊，好，一点点好了，一点点，这2边只差一点点的时候，当我在播放影片的时候，会怎样呢？中间会变黑屏，中间有一段会变黑。所以呢，为了防止这个问题，剪辑软体几乎都有这个功能，就是当它靠近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吸附，自动的像磁铁一样吸起来。那我们再播放，中间就不会有一个黑黑的画面跑出来。接下来呢，我要来讲一下时间拉杆。时间拉杆是什么呢？是像这一个白色尖尖有一条线，这个是时间拉杆。时间拉杆的作用最主要是让你在时间轴上面确定这个位置、这个点，它的画面是什么？它的画面是什么？所以我可以直接在时间轴上面按一下滑鼠左键，它就会跳到我想预览的时间轴的位置。那除了在时间轴上面点滑鼠左键，让它用跳的这样子观看以外，我们还可以直接滑鼠在它身上，按住它，滑鼠左键按住，去拖移它，它可以慢慢的拖移到我想要观看的画面。接下来呢，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影片片段，按这个播放，有没有看到时间拉杆跟着一直跑？好，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这一段影片的背景噪音非常的大。如果说像这一段声音我不要的话，我要怎么处理呢？很简单，先在片段这里滑鼠左键点一下，有没有发现它有那种蓝蓝的感觉？蓝蓝的感觉就是你正在编辑它，你正在编辑这个影片片段。好，然后呢，按右键，有一个叫做连结跟取消连结视讯与音讯，滑鼠左键点一下。它原本是像这个片段一样，中间是连在一起的哦。现在呢，它们2个现在变分开的了，因为我已经把它的连结给断开。它连结断开之后呢，我能做什么事情？这一段音讯我刚刚说我不要嘛，我不要很简单，点它把它变成蓝色的，按下键盘的 Delete， 按下去之后呢，我们再播放一次看看，是不是就没有声音了？那个噪音就不见了嘛，对不对？影片剪辑的核心观念其实很简单，它其实只是要把不要的画面给去掉，留下要的画面。那这部分要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以这个片段为例，我们看一下，我们稍微用拉杆看一下。这个油在倒的时候，一路倒。
好像倒的有点久哦。所以呢，我想要把它倒油中间这个片段给去掉。我要怎么做呢？我们首先找到它刚开始倒油，好，大概在这个程度的时候，我点击一下这个片段，点击它有没有变成蓝色的？蓝色代表我正在选取它。这个时候按右键，按分割，它从一个片段变成2个片段，1、2。好，接下去呢，我们再找一下，从哪里开始是我要留的呢？好，油瓶拿起来的那一瞬间，我要留的，一样哦。这个片段要把它选起来，按右键，按分割。现在我们刚刚呢，一段片段变成3段片段，而中间这个片段是我不要的。我不要这个片段要怎么办呢？按右键，按移除。移除它有几个选项啊？那最主要我已讲这2个，还有一个移除并保留空隙，跟移除并填满空隙。这2个有什么差别呢？我们试一下。我先点移除并保留空隙，好，移除咯。可是中间呢，空这一大段，它变成什么？变成黑幕啊。然后等滑到这里的时候，才开始有什么？有画面。好，那另外一个选项呢？按右键，移除并填满空隙，它就变成原本的第1段跟第3段合起来了，它这边就是顺的，中间就不会有黑幕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影片剪辑的基本观念。记得我们剪辑的时候，随时要手动存档啊。怎么存呢？按上面左上角档案，储存。他会问你要存在哪里？我会建议啦，既然它是一个专案，那我们呢就存到同一个专案资料夹就可以了。然后命名，把它命名好。我甚至呢，命名的时候啊，为了说之后我会再多存几个档案嘛，就是每一个工作阶段我都会存一个档案，所以呢，我会在结尾的时候打上今天的日期，现在的时间，这就是我存档的专案名称，然后按储存。这样我只要看到那个档案，我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哦，原来那个是我在几点几分储存好的档案。专案储存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威力导演给关起来啦。如果没有要继续编辑的话啦，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专案资料夹里面多了一个专案档案，就是我们刚刚储存好的专案档案。那我这边要讲一下，为什么一定要把素材整理到同一个资料夹里面来呢？那我们先看一下哦，我们看一下这个档案，专案档的大小100 KB。好，那我们呢随便看一个像图片，好，这张图片按右键我们看一下，916 KB。好，再看我们刚刚呢有剪的影片片段，121 MB。专案档这么的小，它有可能把这一些资料都存在同一个档案里面吗？当然不是啊。威力导演它所采取的方式是素材是利用外部连接进去的，进去里面它才开始做编辑。所以假设我们遇到一个状况如果说我们是用相机或者是摄影机插那个记忆卡到电脑里面，把档案读取出来，直接把那个档案汇入到威力导演里面做编辑。可是编辑完成之后呢，你把那个记忆卡从电脑里面拔出来，我模拟那个状况了假设我把这个片段，我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假设在这里，在这个专案资料夹里面没有这个片段哦。那我们回头再把这个专案档案给打开，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很好，他告诉你，威力导演无法打开此媒体档案，因为档案已搬移或遗失。那这个部分我要怎么办？我如果按略过会怎样？有没有发现，原本这边应该有油锅的影片片段不见了，然后时间轴不管我怎么拉，这边都没有画面，这边完全没有画面，为什么？因为这个影片片段遗失啦、啊，那要怎么办？把它找回来啊！哦，所以哦，我才会建议各位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把素材整理到同一个目录底下，同一个专案资料夹底下。这样子呢，我们再打开一次来看一下结果，结果会不一样。它回来了，这边也有片段的，播放一下，有没有？它是有东西的，它是有东西的。所以专案管理这部分呢，专案管理跟素材整理这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呢，请大家在剪辑影片之前呢，一定要把专案管理跟素材整理这部分给做好，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请大家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部影片见，谢谢收看。